如果把德國比作一台龐大的工業機器，那麼在整個20世紀，這台機器最核心的發動機在哪裡呢？就在這裡，就是魯爾區。組成魯爾區的主要中心城市有杜伊斯堡、艾森、波鴻，還有多特蒙德。如果再加上旁邊的2個大城市科隆和杜塞爾多夫，就形成了萊茵魯爾大都市區。魯爾區對德國有多重要？曾經德國70%以上的煤炭和絕大部分鋼鐵都是魯爾區提供的。另外還有數百萬產業工人在這片土地上日夜不息的工作。整個區域多個城市可以說是連成了一座巨大的鋼鐵巨獸。然而，當一個地區把所有的命運都綁定在煤炭和鋼鐵上時，時代的降維打擊往往來得猝不及防。在世界上絕大部分老工業基地，最後的這個結局往往好像只有一個，像美國的底特律那樣，工廠倒閉，人口流失，治安崩潰，城市空心化，最終淪為時代的廢墟。但是在魯爾區卻打出了一張反套路牌。現在設計界有一個出名的獎項叫紅點設計獎，而曾經暗無天日的洗煤廠，現在搖身一變就變成了紅點設計博物馆。歐洲最臭的工業黑臭水體，在幾十年之後被修成了鳥語花香的生態廊道。今天很多人談起魯爾區，喜歡用完美逆襲、廢墟奇蹟這樣的詞，而魯爾區怎麼從煤礦變成了公園？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德國魯爾區的發展。魯爾區的崛起應該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極致產物。首先，它擁有非常豐富的魯爾煤田，而有煤怎麼運出去？旁邊就有萊茵河和魯爾河，黃金水路直通歐洲大港鹿特丹。在19世紀普魯士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產煤和煉鋼這套產業鏈瞬間爆發出了驚人的能量。而在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魯爾區就成為了德國當之無愧的工業心臟。到20世紀中葉，這片土地上聚集了數百萬工人，大大小小的工業城市幾乎嚴絲合縫地連接在了一起。不過，極致的繁榮之下，往往危機早已經埋好了伏筆。那很多人以為魯爾區的衰弱是因為煤挖完了，但其實並不是這樣。現在魯爾區地下的煤還有，其實真正打倒舊魯爾的是時代洪流所帶來的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能源結構的巨變，隨着時代的發展，煤炭的地位逐漸變得不重要。而取代煤炭的是石油和天然氣，所以煤炭的经濟價值遭受到了斷崖式的下跌。第二个就是全球化的成本碾压，隨着東亞國家，尤其是中日韓鋼鐵工業的崛起，德國高昂的人力成本讓本地的鋼鐵在國際市場上徹底失去了競爭力。第三就是不可承受的環境代價。曾經的魯爾區就像世界上很多的工業區一樣，天空永遠是灰蒙蒙的，河流發臭發黑，居民的肺部疾病率居高不下。其實，在魯爾區的居民已經忍受不了這種健康換 GDP 的日子。而第四點和前面3個都不一樣，是德國主動做出了選擇，那就是產業升級。在這之前，其實德國人很早意識到，一個大國的製造業絕不能永遠綁定初級資源，必須轉向汽車、化工，還有精密製造以及高科技服務業。所以煤炭必須要關，鋼鐵必須要退。但是這會帶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那就是幾十萬失業的礦工。數千公頃廢棄的廠區、土地，那這些問題如何去解決呢？如果按照傳統的開發商邏輯，面對這樣大片的荒廢的工業土地，最快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大拆大建，全部推平，賣給開發商，蓋高樓、蓋商場。但是德國人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非常瘋狂的決定：不推倒、不重建，把這個工業遺址保留下來。那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有很多相似的案例還有方法，但是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因為在德國的規劃者眼中，這些龐大的鋼筋水泥並不是城市發展的傷疤，而是濃縮了在這片土地上幾代人的記憶，是一個不可複製的文化資源。所以在1989年，一個改變全球都市更新理念的超級項目啟動了，就是愛姆舍公園國際建築展覽會。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計劃呢？整個項目長達10年，包括10幾個城市，還有多達100多項的子項目。它並不單單是去蓋幾座建築，而是把整個魯爾區一起考慮，作為整體進行系統性的重塑。它是一項橫跨數年的大型區域性生態與城市更新計劃。最關鍵的一點，他們提出了一個在當時極其超前的理念：生態優先，不搞急功近利的商業開發，而是花10幾年時間來治理生態、種樹造林、修復水系。他們相信，
生態好了，城市的未来和人口自然會來。而這套理念最直觀的成果，就是把過去的生產廢墟變成了今天的生活樂園。很經典的一個案例就是杜伊斯堡北公園，這裡原本是一座廢棄的煉鋼廠，而德國人沒有拆掉那些幾十米高的高爐，而是把高爐改造成了觀景台。原本裝鐵礦石的混凝土料倉變成了攀岩愛好者的基地，而到了晚上，世界頂級的燈光師把霓虹投射到鋼鐵構架上，這裡瞬間就變成了一個極具賽博朋克的大型音樂會現場。另一個非常著名的項目就是位於埃森的關稅同盟煤礦，這個煤礦曾經是歐洲最大的採煤廠，而現在它不僅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更成為了全球工業設計的聖地。著名的紅點設計博物館就設立在曾經的洗煤廠裡，曾經沾滿煤灰的地方，現在飄滿了咖啡的香氣，全球的遊客慕名而來。如果說改造工廠是面子，那麼魯爾區真正讓人佩服的裡子，在於他們對水系的根治。在魯爾區的中心有一條叫埃姆舍的河流，在工業化的巔峰時期，全區所有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全部直接排進這條河裡，它一度被稱為歐洲最臭的河流。河水是黑色的，散發着令人窒息的惡臭，周圍幾公里沒人敢開窗。從1990年開始，德國人痛下決心，啟動了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水生態修復工程。他們花了30多年，投入了整整55億歐元，在地下幾十米深的地方，用盾構機打通了數百公里長的地下封閉污水管道，把廢水徹底分離；而在地面上，則將原本被混凝土封死的河道重新還給自然，恢復灣區的自然形態，種植本土植物。所以今天埃姆舍河的污水已經全面實施地下截流，河水重新清澈，魚兒和鳥類重新回到了這裡。兩岸修建了連綿不絕的自行車綠道，這條曾經的城市臭河徹底變成了貫穿魯爾區的生態綠廊。那麼講到這裡，你可能會問，光有公園，還有一條乾淨的河流，這些就能解決就業問題嗎？那曾經下井挖煤的人，那現在又去哪裡了呢？這就得重新說到德國城市的一個發展特點，那就是多中心的區域協同。我們之前講德國發展模式的時候也講到，德國並不是一個資源高度集中在單一城市的国家，那魯爾區也一樣，這裡並沒有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大哥大城市，而是由多特蒙德、埃森等幾十個城市共同組成，它們之間距離也比較近，交通非常緊密，產業也彼此交織。所以魯爾區的轉型從一開始並不是某一個城市自己的事情，而是整個區域一起尋找新的產業方向。而在這個過程中，德國做了一個關鍵的決定，給這片地區增加新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比修建幾個公園要大得多。其實在1960年之前，整個魯爾區並沒有一所傳統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這對於一個擁有幾百萬人口的工業區來說，其實是非常不尋常的。於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德國在魯爾區建設了一大批高校和科研機構，比如波鸿魯爾大學、多特蒙德工業大學以及後來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學。這背後的邏輯其實也很簡單，如果煤炭和鋼鐵不再是未來，那麼就必須要給年輕人新的產業和新的工作。大學提供的不僅僅是一座校園，它會帶來學生、教師、科研機構，也會帶來新的企業和產業。而工程、計算機、物流、醫藥、文化創意這一系列產業，慢慢就開始進入這片原本屬於煤炭和鋼鐵的地區。過去人們從地下的煤礦尋找財富，而後來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知識、技術和科研中尋找財富。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魯爾區的轉型如此成功，結果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你現在去看魯爾區的一些資料，很容易看到一個非常簡單的敘事：煤礦關閉了，工業遺址變成了公園，大學建起來了，魯爾區成功轉型。但真實情況遠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之後，最難解決的並不是土地，而是人。如果一個50多歲的礦工失去工作以後，他並不能因為附近開了一家軟件公司而立馬就變成了程序員。同樣，一座鋼鐵廠關閉之後，新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崗位也不可能和原來的崗位一一對應。所以產業升級的背後往往伴隨着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新的經濟需要什麼樣的人，而舊的經濟又留下了什麼樣的人，而這兩者之間存在了一個很大的時間差，這個時間差可能就是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直到今天，魯爾區也並不能說完美轉型，部分城市依然面臨着就業、財政、人口和社會結構的問題。一些老工業城市的人口流失、老齡化也依然存在。從發展規律來說，這其實也很正常，因為產業轉型從來不是把舊的產業關掉，第二天新的產業就接上來了，它更像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舊產業慢慢退出，新的產業一點一點進來，年輕人逐漸接受新的教育，
企業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城市也不斷調整自己的功能。所以魯爾區值得我們關注的，並不是它有沒有創造一個轉型成功的奇蹟，因為它並不那麼完美。它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在於，當一個地區已經知道原來的路走不下去了，它有沒有能力接受這個現實，然後再用幾十年的時間，一點一點尋找下一條路。這也是為什麼魯爾區的一些做法到今天仍然值得研究。比如工業遺址並沒有被全部拆掉，因為舊的礦井、鋼鐵廠和鐵路雖然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經濟功能，但是它仍然可以成為城市的文化資源。生態治理也並沒有被簡單的看成一筆成本。曾經被工業佔據的河流、土地還有空間，可以慢慢重新回到城市生活當中。而產業轉型也並沒有只壓注在某一個城市，大學、科研、交通還有公共空間開始放到整個區域的尺度上重新組織。這些事情並不能在幾年之內全部完成。魯爾區從真正開始大規模結構轉型算起，已經走了幾十年，到今天它依然沒有結束。但這恰恰說明了一個問題：城市轉型本來就沒有一個所謂完成的時間點。尤其對於一個擁有100年工業歷史的地區來說，你不可能用一個產業園區或者一個新區或者一輪房地產開發就把所有問題都解決掉。真正的結構轉型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所以回過頭來看魯爾區，我們所要關注的其實就那麼幾件事情：舊產業可以退出，但過去不一定要被拆掉。城市的發展也不能只看一座城市，而是要放到整個區域去考慮。比起短期的土地開發，產業、教育和人才的累積可能才決定一個地區幾十年後的樣子。而最重要的就是結構轉型沒有捷徑。魯爾區用了幾十年，經歷了一代人的陣痛，才慢慢走到今天。所以城市轉型考驗的不是幾年之內能做出多少個項目，而是能不能接受這個過程很慢，並持續的走下去。所以魯爾區值得我們留下的，並不是一座公園或者某一座礦井，而是一個時代結束之後，城市不必急着抹掉過去，也不必急着去尋找下一個全新的身份。城市的轉型不是把過去清空以後重新開始，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一點一點找到新的方向，最終讓一片曾經靠着煤炭和鋼鐵發展起來的工業區，慢慢變成一個更加多元的城市區域。這可能就是魯爾區今天最大的意義，不是讓城市永遠停留在過去，而是讓過去成為城市繼續向前發展的基礎。